离奇的故事。第6页，返魂香。今天是第6页了，现在已经入夏了，天气渐渐炎热，不过这也更适合聊天听故事。今天朋友将说些什么呢？我早早地泡好了2杯茶，等了许久也不见他来，刚要去找他，发现他没从外面进来，没发现他从外面进来，两人差点撞了个满怀。急什么？朋友责怪道。我去拿东西了，这玩意儿宝贝得很，要是被你撞坏，罪过大就大了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金贵？我好奇地去望他的手，却看见了一个黑色大小如鸡蛋、光滑如玛瑙般的物体，甚是好看。我忍不住拿手要去摸，它却灵活地闪开了。先听我讲讲这东西的来历，听完你就不会着急着摸了。他神秘地笑道。好，你说。我高兴地坐了下来，边喝茶边听。去年的圣诞节，我独自一人在上海休息，忽然接到了一封信。要注意，不是电子邮件，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，这封信的寄信者让我看了之后瞬间打了个寒战，因为这个署名叫谢一达的人分明是我数年前已经去世的朋友。说到谢一达，我不得不和你解释一下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准确说是考古学家。我说的是靠山的靠，不是考试的考，因为他是专门靠贩卖文物过活的。虽说是朋友，其实倒也不算，只跟他有过数面之缘，因为我对这一类人向来是很鄙视的，但有时候他总能搞到一些让我好奇的东西，所以不得已还是见了几次，而最后一次我是亲眼见到他的尸体的。他的死可以说是意外，或者说是得罪了神灵，受到了惩罚，因为他最常贩卖倒卖的东西是佛器。他是在挖一个佛头的时候不小心摔死的。那次不仅仅还有我在场，还有另外他的3个朋友。我们草草处置了他的尸首，然后把他交还给了他的妻子。但很奇怪，这位未亡人看上去一点都不悲伤，他非常坚毅地表示他一定会救活丈夫的。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伤心过度而已。那封信呢？到底说什么？你干嘛这么着急啊？那封信的确是谢一达写的，他的笔迹我不会认错，我向来有记忆人特征的本事。即便只见过一次，只要我想记得他，我就会发现他与他人不同的地方。谢一达的字就是如此了，因为这年头恐怕还很难找到肯写信而且用毛笔写的人了。信大意是说他遇见了神奇的事，请我们别害怕。其余几个人他也发了信，希望我们去他家甘肃的一个小城聚聚。我也不记得那几个人的联系方式了，不过我对这封信很感兴趣，于是我收拾下了行装，来到了那个小城市，并按照信的地址来到了谢一达的家。令我没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个小子住着的是个非常豪华的别墅，这边应该是字打错了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个小子居然住着的非常豪华的别墅，虽然是在郊外，但这样的别墅造价估计也是不菲的。很快，一个佣人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们，并让我在会客厅等待。客厅里面更是令我惊叹，里面摆放了各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作品，吴道子的《松子天王图》、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还有柳公权的《玄秘塔》等众多碑帖，明清两朝的官窑瓷器。这些赝品的仿真程度很高，估计也要不少钱啊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正当我欣赏这些艺术品的时候，我听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声音。虽然我心里有准备，但冷不丁的看见一个几年前在我面前死去的人，现在意气风发的向我打招呼，而且向我走来，我还是愣了一下。现在的谢一达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文物贩子了，他的全身西装革履，戴着金丝5框眼镜，然后向后梳着一个大背头，在不亮的房间里面，他的大背头都可以当灯泡了，唯有那硕大的酒糟鼻却一如既往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
谢依达似乎很兴奋，居然重复了2遍。我皱着眉头说：“别重复了，我耳朵还好着呢，听得清。”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很激动啊！你想想，一个死去的人又能看见老朋友，你说我能控制得住吗？他走近了些，我看见了他头左侧深深向下的凹陷，这是当年摔伤的地方。我把手迎上去和他握了握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普通人的手嘛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我感觉他的手掌比普通人要硬一点点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很忙的，我不想老来瞻仰你啊。我半开玩笑地说。谢依达的脸色有点不自然，嘴角抽动一下，但马上恢复了常态。果然还是老脾气。既然你直接，我也不藏着了。走，咱们上楼谈。说完便领着我去了他的书房。如果大厅的艺术品是赝品的摆设，那书房简直是个博物馆了。大部分的东西我都叫不出名字了，但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独有的灵魂，好像是古物，都是有魂的。你一定很诧异吧？不过你算不错的了。那几个蠢材，要不是吓得不敢来，要不就无知的不相信。你是唯一一个来了的，我很高兴没看错人啊。谢依达一脸自信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，说老实话，我很讨厌他这种自信。其实我能活过来，多亏我老婆啊。谢依达慢慢地叙述着，语气中有点苍凉。当然，如果没有那件传说中的古物的话，我也活不过来了。我望着他，总感觉他的身体之中有种未知的力量在支撑着。当年你们把我的尸体也交给我妻子，让她帮我埋葬，但她并没有，而是用我仅有的积蓄把我激动了起来，只身去寻找那是能使我死而复生的奇宝。奇宝？我疑惑地问，然后脑子里如同高速运转的计算机，在几千年的传说当中能使人复活的，估计也就只有那件东西了。返魂香？我和他几乎同时说了出来。不可能，我马上又否定道，那种东西只是传说而已。再说历史上记载的返魂香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，充其量只是去腐生机，用来治疗重症的药物而已。返魂香，斯灵物也，香气闻数百里，死尸在地，闻气乃活，是古人的夸张罢了。我原以为博学广闻的你会相信，原来你也和那些庸才一样无知。谢依达冷笑了下，如果那是传说，我又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天晓得，说不定你当时根本没死，不过暂时性的昏厥，脑部受了重创，很容易假死的，这在医学历史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谢依达望着我，眼神冰凉，我只在死尸上看到过这种眼神。我请你来是来帮我的，不是来听你讲医学的。既然你不相信，我只有拿出证据来，省得你再啰嗦了。不过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哦。说完，他就站了起来，走到房间角落的书柜，不知道打开了个什么机关，居然出现了个密室。来吧，不过你既然进去了，就不要后悔啊。说完，他自顾自地走了进去。黑暗代表着未知，我有点害怕，但好奇占了上风。虽然后来我侥幸得以活命，不过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我毕竟得到了只有传说中才有的宝物啊。那是条非常长的通道，几乎走了足足有200米。通道里面有点着很残旧的壁灯，因为我知道那种锈迹没有个时日是形不成的，而且通道很干燥，这倒令我很惊讶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雨季非常多的区域，向下如此深的深度还能保持干燥，非常不容易啊。走过通道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开阔呈扇形的房间，房间的四周都是石壁，刻着很多图画。很遗憾，我对考古不是很精通，只知道起码应该是唐朝以前的东西了，因为人物的服饰和画法都和唐朝的飘逸丰满画风差异很大的。谢依达走到房间的正中，点亮了一盏七宝灯，接着开始脱衣服。我疑惑地问他干什么，他却一言不发，一下就脱了个精光，然后转了过来。当我看到他的身体的时候，才知道他刚才所说的证据是什么。因为他的上身从胸部以下就只剩脊椎骨了，上面还挂着几丝像破布一样的残肉，左脚也在严重的腐烂，这可绝对不是假死以后活过来的人可以展示的吧。
够了，穿起衣服吧，我看着想吐。我转过身，对他摆了摆手。等我再转过去的时候，谢依达已经穿好衣服，跟没事人一样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，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。你到底要我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需要一个助手再去一次阴穴。谢坚定地说。写名字写烦了，以下就简称谢吧，大家知道就行了。据史料记载，返魂香第一次出现是在汉武帝的时代，西域乐氏国贡返魂香3枚，大如烟卵，黑如桑葚，燃此香，病者闻之即起，死未3日者，熏之即活。难道你妻子在3天之内就找到了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急冻可以延长尸体的保存时间。你说的没错，月氏国的确是返魂香的产地，但到了这个年代已经绝迹很多年了。谢不耐烦地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明日继续分解。